来了。Hello， 各位，我做过3期索尼回音壁的视频，从入门的单条 S2000到 A 系列最具性价比的533套装，再到顶级旗舰755套装。当时就有不少观众问我 A9 怎么样 ？A9 和这些都不同，是分体式家庭影院，而今天这台是 A9 的升级版 A9M2。新款的分体式家庭影院和传统条形回音壁有什么不同？怎么使用才能发挥出它的效果？今天咱们就一起开箱、安装、接线试听来自沉浸式 A9M2 深度体验。从 S2000开始，索尼回音壁的包装就用了单色印刷 ，A9M2 的包装也延续了这个风格，只是要大很多。从最外面的包装箱到里面的纸质内衬、无纺布套，每根牛皮纸的束线带都在传递这2个字：朴素。但这些朴素的材料包裹着的是集成了当下视频和音频最高规格的一套音响系统，这种反差感营造得相当巧妙。A9M2 是由4支29厘米左右边长的正方体组成，灰色的织物紧紧包裹着主体，收口处的做工从侧面到顶面处理得非常细致。反射式天空扬声器的前开孔是被网布包裹着的，而顶面的开孔是点状的渐变，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右侧的索尼 logo 看起来很低调。索尼为了让 A9M2 更无感地融入到家居环境，把它的厚度做到了5.5厘米。A9M2 是一套要进入到客厅的家庭影院系统，它需要在满足家庭影院需求和家人审美需求中找到平衡点。A9M2 的扬声器是3分频的设计，最上面一支 Hi-Res 级的高频单元，中间一支全频单元，下面是一支空间平衡低音单元。在音圈和振膜之间设计了一个耦合器结构，这是为了让低音单元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加振幅，保持声压。侧面的导向孔里填充了2段吸音材料，是为了减小低频的风噪。顶部是一支倾斜角为20度的天空扬声器，也是索尼独家的空间平衡扬声器。旋边的不规则皱褶是为了减小振动失真。这只黑盒子是 A9M2 的心脏，它负责接收来自播放设备的视频和音频信号，能解码目前最新的杜比全景声和 DTS:X， 并且向下兼容各种旧的格式。它有一进一出2个真 HDMI 2.1 接口，支持 VRR 可变刷新率、ARM 自动低延迟、SBTM 基于源的色调映射。这些特性在我 HDMI 2.1 那期视频里介绍过，大家可以回看。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管你用 A9M2 来看电影还是玩游戏，它的 HDMI 输入输出不存在硬件瓶颈。好，现在我们就把它装起来。A9M2 可以摆放在桌面，或者是买一套专用的落地脚架放在电视机的2侧。桌面的脚架是自带的，安装很简单，卡口一卡，2颗螺丝搞定。那这一盒是壁挂支架的专用配件，利用这些配件和它的脚架，可以组成一个很大的壁挂支架。壁挂需要4颗自攻螺丝或者膨胀塞，用哪种取决于你的墙面材质。那我的墙面壁纸后面是空心砖，所以我用6毫米的膨胀塞，打个孔塞进去就可以了，很简单。索尼官方也会提供免费的上门调试安装。你看它的壁挂设计还是挺讲究的，并不是简单的给个孔挂上去，而是利用它的底座变成挂架，多点去连接墙壁和音响，这有利于减小震动，保证声音清晰度。A9M2 的安装高度尽量和电视垂直居中，水平间距根据自己的房间尽可能宽一些，但最好避开容易产生低频驻播的墙角。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安装方式啊，只是在房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的最佳位置。因为 A9M2 可以用索尼最新的智能声场优化 2.0， 它比以往版本更加先进，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如果你的墙面后面是全空的，那就可以把线完全走暗线，会更加完美。我呢，只能用剩下的壁纸来做一个小线槽，把灰色的电源线弱化一下。我要连接的设备有一台蓝光机、一台安卓播放器、一台 PS5， 用 A9M2 自带的 HDMI 线把解码器的1.2口和电视的1.2口相连。蓝光机和安卓播放器分别接在电视的 HDMI 1口和2口，这2个口是 HDMI 2.0 的，但它的带宽也足以传输目前电影需要的最高画质和音质。播放电影的时候，它们的视频和音频信号都会传输给电视，电视会把视频信号显示出来，再把无损的音频信号通过1.2口回传给解码器。这种连接方式呢，就叫音频回传。
我把 PS5 连接在解码器的 HDMI 硬口 ，PS5 的视频和音频信号都传输给解码器，它会完美的解码 PS5 交给它的杜比全景声，并且把最高 4K 120帧的画面通过另一条 HDMI 线传输给电视，实现 HDMI 2.1 下的最低延迟。那这种连接方式就是串接。对于 A9M2 支持的格式来说，这两种连接方式无论哪种都能实现无损的音质和画质，还有游戏的最低延时。现在的电视上还剩一个 HDMI 2.1 接口，我留着以后可以接 PC 或是其他需要 4K 120赫兹的设备。最后用附赠的一条 3.5 毫米音频线来连接解码器和索尼电视的 S Center 口，来实现索尼的中置扬声器功能。这个我们等会儿会说。在索尼的 A 系列机型中就有智能声场优化这个功能，原理是通过回音壁内置的麦克风自动测量空间信息，根据你房间的结构、家具摆设来优化声音到理想状态。那 A9M2 对于智能声场的优化升级到了 2.0， 我们现在就来用它。开始之前需要在 App 商店或者是扫码安装 Bravia Connect 这个软件，登录之后可以搜到 A9M2， 根据提示会看到详细的安装步骤，它会自动连接到4支扬声器，然后可以选择你有没有给它配低音炮。我们现在没有配，这里就不显示低音炮。接下来就是声场校正，整个过程大概3分钟，会分别测量环境噪音，然后每只音箱会发出声音。那这个过程你能听到每只音箱的方向，包括4个反射式天空声道。下一步会利用你的手机的麦克风测量房间的声学特性，也就是你房间对于声音的反射。测量完成就可以听到索尼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演示。Hello?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Max? Here they come again, worming their way into the black matter of my brain. Help us, Max. You promised to help us. I tell myself, they cannot touch me. They are long dead.这段录音刚开始，小女孩的第一句 “hello” 从后方的中间位置传来，那第二句 “where are you” 声音更轻，从后面中间偏左的位置。两句人声的节相定位非常清楚，毫不含糊。紧接着男主特有的磁性嗓音直接从电视的中间传来，同时后方各个不同方位传来此起彼伏的低声细语，每个声音的方位都非常的明确。因为我这个房间比较小，每个声音距离我大概也就2米左右的样子。声场并不会特别的宏大，但是被一个穹顶声场包围的感觉非常强烈。
Max 声音低沉磁性，并没有被束缚在这个薄薄的箱体中。我认为这就是分体式家庭影院最大的优势，也就是它没有中置音箱，那人声部分是由左右两只共同发出，那这两只音箱的结像就在电视的中间，坐在中间的位置，我们听起来就是从屏幕发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安装的时候要让 A9M2 的高度和电视垂直居中。另外 ，A9M2 如果和索尼电视搭配，可以开启中置声场同步模式 2.0， 让电视充当中置音箱，参与同步发声。但是我一般会关闭这个功能，因为我更喜欢 A9M2 的声音。中置声场同步的意义在于，如果你坐在一边，听感会偏向于这一侧的音响，那这个时候开启中置声场同步，声音就会从电视的方向发出。另外 ，A9M2 现在有了 AI 语音增强 3.0 了，把人物对白提取并且增强。对于背景音嘈杂的片源，可以让人声更加清楚。这段是杜比官网经典的片段，这一片树叶从后面向前旋转一圈，最能反映音箱之间的衔接。A9M2 的左右声道距离可以拉开，和后面两只很容易放在同一个圈上。四只音箱之间的衔接相比条形回音壁会更好，所以在这个片段中，这片树叶从后向前绕一圈的过渡非常的自然，这也是 A9M2 的另一个优势。视频长度的关系，我没办法展示太多的现场演示片段，但是我会录一些 A9M2 的电影和游戏片段放在网盘，如果你需要可以私信我。对于无线连接的回音壁，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会不会断连。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A9M2 在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做了升级，一是内置多了一条天线。二是自动跳转到比较空闲的信道，避免和其他无线设备冲突。在我使用期间，并没有发现断连的情况。无线通信方面，知乎大佬鲜鱼比较专业，他写过 A9M2 的文章，大家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我家客餐厅一体，回音壁反射会不会不平衡？不少观众问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习惯叫它回音壁，但是对于听感上来说，还是以直达声为主的。所以我一向推荐在预算范围内尽可能买带环绕音箱的回音壁，这样前后各个方向都有直达声。回音只是利用房间的反射来营造开阔的声场，它只是辅助手段，只要没有太离谱的摆位，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不要挡住每个音响的声音单元，尽量也不要挡住天空声道的反射。加上索尼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技术，要做到一个宽大的声场是很容易的。索尼的360智能穹顶声场这次在 A9M2 上升级到了 2.0 版，可以生成多个幻象扬声器，配合分体式音响的设计，形成超越实体音响范围的环绕声场，片源越好，收益越大。有没有必要配低音炮？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接近传统家庭影院的那种结实的听感，甚至想获得低频来袭的时候的震动体感，那低音炮必须要。虽然每只 A9M2 的箱体里都有一个独立的低音单元，但是它们的能量不足以撼动你的沙发，你也就得不到那种体感。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获得一个听感上的低音效果，就是日常的使用，或者是家里的隔音太差，那就不要配低音炮了。A9M2 4支低音单元对于这样的使用场景来说已经足够了。低音的片段我也录了，在网盘里。想知道声音结像是不是真的很清晰，真的能虚拟那么多声道吗？是的，就像疯狂 Max 开场的那段，小女孩的声音是从后方不同的方向袭来的，那这些方向其实并没有实体音箱。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最完美的效果，片源质量越高，电影和游戏的音效制作越好，那收益越明显。同样预算的功放和音响，还有 A9M2 选哪个？这要看你的需求了。如果你是一心想玩家庭影院的，遇到效果不好、不满意，也愿意花时间学习研究，2万左右预算其实也能传一套传统家庭影院出来。但是要实现立竿见影的好效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各个环节都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如果你不想研究设备本身，只想看环绕声电影、打 4K 120帧的游戏，还希望音响和你的装修适配不要太突兀，那 A9M2 是你值得考虑的。同档价位的条形回音壁和 A9M2 ，UP 主选哪个？我有一个房间是用功放音响的影音室，还做了黑化。折腾设备和房间本身就是我的乐趣之一。现在这个房间就想简单点，日常玩玩游戏、刷刷剧，那我更倾向于 A9M2。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3点：第一是不占地方，存在感弱；第二就是左右声道的高度能根据屏幕大小来调到屏幕的中间，节像就能从电视或者投影画面的中间传过来。画面越大，这一点越重要。你想象一下，如果是投影的话，屏幕下边缘可能都快到地面了，再放一个条形音箱的话，那人声的位置也太低了。第三是左右声道的距离可以拉开，它和后环绕的衔接很顺畅。通俗的说，就是那片叶子绕着我转圈的时候，各个声道之间的路径是顺滑的，不会突然从后面跑到前面的中间来。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希望这期视频有帮到你。我是考拉上校，我们下期再见。